我们家要铺的地板是石塑地板，石塑地板呢是无甲醛的，这个资料你们都可以去在网上去查。有些朋友看完我铺1楼地板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要随便乱说话，都有甲醛。我觉得我给大家分享的干活的经验也好啊，还是说工具也好，都是德国这边专业人士或者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相关资料总结出来的，不是说随便乱说。石塑地板呢，应该是符合所有的采暖方式，比如说你是壁挂暖气也好啊，还是地暖也好，都是符合的。这个你们也可以去查一下啊。在铺地板前，我要着重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石塑地板的地膜。这个地板的地膜也是特定的，也是要铺石塑地板的地膜，而不是普通的那种白色泡沫啊，或者是别的样的泡沫的那种膜，它是特定的膜。这个也是经过专业人士给我们的答复，不是我们随便乱说的。在我铺厨房的时候，我家买那个地膜，就是在建材商店买的，就这一盒膜就要60欧元左右，太贵了。然后呢，我们又在网上订了一些膜，这个相对于便宜了一点点，但是这种石塑地板地膜毕竟比其他的膜还是要贵一些。有些朋友问我地膜怎么去看，怎么去选啊？如果你上建材商店的话，那你直接问人工作人员就好了，毕竟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门卖这方面的东西的，比咱要专业。如果呢，你要是想在网络上买，那你也可以输入关键的词，这石塑地板啊，或者是 SPC 或者等等不同国家不同的叫法，你直接输入这样的关键词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家在网上买的石塑地板的专门的地膜，看一下，方便你们去找啊。现在我就要满屋铺它。有些朋友问我地板什么牌儿，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买地板。地板预先都分完类，总共是6个不同的花色，要错开铺。其实铺石塑地板特别简单，工具也非常简单，比如说一个壁纸刀，一个锤子，一个钳子，基本就这些。无论铺什么材质地板，都要顺着光铺。比如说这一个屋里只有这一块是有窗户的，那也是有光的，所以它要顺着铺。那如果说一个屋里有2个窗户，那你就要看哪个窗户它占的光源时间要长一些，那你就顺着那光源竖着铺。卡扣卡上就可以了。这一块地板呢是要衔接横着这一大块，要衔接竖的这一块，所以这块就要用到锤子了。这种长条的地板要先放长溜。现在升这个边儿，这不就完事儿了？接着贴下一块儿。
你们看我现在身后这个主卧室和衣帽间，主卧室里的衣帽间都已经铺完地板了。现在唯一的难点就是这里，这块是大屋，这个是儿童房，朵朵的儿童房，然后这块是走廊，我们要把这一块铺的都是连通的。现在要把这一块给它杵到那屋，这屋这一块不一定够，就要拉一小溜。这个就是特别难。我头前拉这块的时候，每一块我用了1个多小时，因为我的手腕一直不太好，都带伤。这一块呢是需要大力气，所以我弄的就有点费劲。这块压到底就不太好整。现在这屋还是有点乱啊，你们看一下，这样整个全都弄完了。你们觉得我铺的怎么样？是不是还可以呀？就我觉得还可以啊。看这面瓷砖与地板之间，因为它高低不平，所以我们用到的是这个东西。这种呢有一个台阶，很好的给这个地板和瓷砖它俩相连。你这做啥呢？做踢脚线的卡扣。贴卡扣。这个是正宗踢脚线卡扣，这个，哎呀，看这精细活啊，差一点都不行，这个是吗？差一点可以，可以，整能卡的就行。你这为什么要选个斜边呢？往里这么看，啊，出不来了哈，智慧呀，典型的劳动人民代表啊。这个东西它本身不贵，才几块钱一包，但是呢，我家没有了，就剩2、3个了。他说，要不我还得出去买，所以认可自己做。买的墙围子也是塑料的那种。今天他就要把这些墙围子都给它弄好。我家墙那个拐角也不用那个扣。因为客厅用过那个，他觉得不好看，所以除了客厅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去嘎斜角了，还是说嘎竖角了，就这么拼。哎呦我的妈呀！看他把这块甲开始削呢，那块好像多了削的。那块好像削多了。先这么放这儿，扣完就是这样，但效果啊，基本就是这样的效果。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呢？终于铺完地板了，接下来就是一些细小的活了，零零碎碎的就开始弄了，然后放味儿就可以入住2楼了。我家还买了一些壁纸在衣帽间用于它的背板，这个等着过一阵儿吧，因为最近也没有时间，我要去给它贴上。到时候也会出相关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